如果你的 LDL-C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于100毫克 dl， 约等于 2.6 毫摩尔 l， 是不是就意味着你的心脏和大脑血管一定很安全？但为什么在现实中，有些 LDL-C 完全正常的人，却依然出现了心梗、脑梗，甚至在影像诊断上发现了斑块？问题可能根本不在 LDL-C 本身。首先，我们来看2个心血管临床研究的报告。2017年西班牙国家心血管研究中心 CNIC 和美国西奈山心脏中心 Fernandez F. Freire and Fuster 等人的研究。该研究招募了1779名中年参与者，40至54岁，他们没有传统的心血管疾病 CVD 危险因素，其中包括一个具有最佳风险特征的亚族左元括号 LDL-C 小于100毫克每分升，血压120/80毫米汞柱，非吸烟者等。研究人员使用先进的多区域成像技术、颈动脉、髂骨动脉和腹主动脉的2维血管超声以及冠状动脉钙化评分的 Cardiac CT 筛查亚临床动脉粥样硬化。结果，在没有传统危险因素且 LDL-C 水平正常的参与者中，49.7% 的人检测到亚临床动脉粥样硬化，存在斑块。即使在 LDL-C 最佳60至70毫克每分升的亚组中，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显示出斑块存在的证据。作者得出结论，目前临床上定义的正常 LDL-C 水平并不一定在生物学上正常或安全，因为斑块的积累发生在远低于100毫克每分升的阈值。2015年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、维克森林大学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、哥伦比亚大学等参与相关的冠状动脉钙化分析。这项前瞻性队列研究追踪了6800多名年龄在45至84岁之间、基线时无临床心血管疾病的男性和女性。研究人员测量了 LDL-C、LDL 颗粒数量、LDLP 和冠状动脉钙化 PEG 评分。他们分析了 LDL-C 和 LDLP 水平不一致，例如 LDL-C 低但颗粒数量高的个体的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和斑块负荷。结果，研究发现，在 LDL-C 低小于100毫克每分升，但 LDLP 高的不一致人群中，冠状动脉钙化、斑块和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显著高于 LDL-C 和 LDLP 水平均低的对照组。这表明，即使个体的 LDL-C 低于100毫克每分升，如果其 LDL 颗粒浓度升高，仍然可能发展为严重的动脉粥样硬化。接下来，我们来分析为什么 LDL-C 完全正常的人，却依然出现了心梗、脑梗，甚至在影像诊断上发现了斑块的问题。第一部分， LDL-C 到底在测什么？ LDL-C 测的是什么？它测的是所有 LDL 颗粒里胆固醇的总重量。但动脉粥样硬化发生时，真正进入血管壁的并不是胆固醇重量，而是脂蛋白颗粒本身。第二部分，同样 LDL-C， 风险可以完全不同。想象2个人 LDL-C 都是90毫克 dl， 一个人是少量装得很满的大颗粒，另一个人却是大量装得不满的小颗粒，谁的颗粒更多？第二个人。而每一个颗粒都有机会进入血管壁，被滞留，触发炎症。这就是为什么 LDL-C 一样，动脉风险却完全不同。第三部分，什么是 LDLP？ The number of LDL particles 代表低密度脂蛋白颗粒数量，它告诉您血液中循环的 LDL 颗粒数量，而不是它们携带的胆固醇量。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取决于有多少支动脉粥样硬化颗粒撞击动脉壁，它们在动脉壁停留的时间以及血管的脆弱程度。颗粒越多等于动脉碰撞越多等于风险越高。第四部分，什么是 ApoB？ApoB 是每个致动脉粥样硬化颗粒上的蛋白质，包括 LDL 加 VLDL 加 IDL 加 LPA。为什么专家更看重 ApoB？ 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预防专家强调一个指标 ApoB， 因为每一个致动脉粥样硬化的脂蛋白颗粒 LDL、VLDL、IDL、LPA 都只能也必须携带一个 ApoB， 所以 ApoB 是危险颗粒的总数量。ApoB 高就意味着血管每天承受的是更多次颗粒撞击。
目标值一般预防小于80毫克每分升，高危人群小于65毫克每分升。第5部分，为什么还要看非 HDL 和残余胆固醇 ？LDL-C 只看 LDL， 但现实中还有一大类危险颗粒来自 VLDL 和残余脂蛋白，它们常常出现在甘油三酯偏高、胰岛素抵抗、饭后血脂异常的人身上。这就是为什么非 HDL 胆固醇和残余胆固醇能更全面反映血液中所有危险颗粒的总负荷。什么是非 HDL 胆固醇？非 HDL 等于总胆固醇负 HDL， 它包含 LDL、VLDL、IDL、残余脂蛋白 LPA。换句话说，除了保护性的 HDL， 其余所有危险颗粒都在非 HDL 里。非 HDL 把所有 ApoB 颗粒家族一起算，在甘油三酯偏高、代谢异常、饭后脂质紊乱的人群中，非 HDL 能显著减少被低估的风险。非 HDL-C 目标值约等于 LDL-C 目标加30。什么是残余胆固醇？残余胆固醇等于非 HDL 负 LDL-C， 主要来自 VLDL 极低密度脂蛋白、IDL 中密度脂蛋白、乳糜微粒残留。这些颗粒更容易滞留在血管壁，更容易诱发炎症反应。在 LDL-C 正常时，常常是被忽略的主要风险来源。残余胆固醇 2C 的参考值目标值理想低风险小于20毫克每分升，20至29轻度升高，30至39明显升高，大于等于40高风险。第6部分，血管本身也有脆不脆的问题，但事情还没完。即使颗粒数量一样，如果血管本身更脆弱，斑块也更容易形成。哪些因素会让血管更脆弱？慢性炎症、高血压、胰岛素抵抗、吸烟、遗传因素，比如 LPA。所以，动脉粥样硬化从来不是一个单一指标的问题。一句话逻辑总结：动脉粥样硬化致病颗粒数量加血管脆弱性加时间。你可以这样理解 ：LDL-C 像是在看子弹的总重量 ，ApoB 看的是子弹的数量，而炎症和血压决定的是城墙有没有破洞。子弹数量多，城墙破，时间够长，结果几乎是注定的。所以 LDL-C 正常是好事，但它不是终点。真正可靠的预防不是只看一项化验数值，而是同时关注颗粒有多少、血管脆弱性以及所经历的时间。当你开始这样理解风险，你就已经走在大多数心血管事件的前面了。不是把 LDL-C 的数字压低，而是让血管真正安全。下一个视频我将介绍怎样让血管真正安全，敬请关注。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这期内容对您有帮助，欢迎点赞、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别忘了打开小铃铛并分享给家人和朋友，让更多人提前了解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知识与科学治疗策略，一起用科学守护健康。